果说国产机车的崛起有一个标志性高光时刻，那这一次春风动力在 MotoGP 匈牙利巴拉顿公园站的夺冠，绝对足以载入中国工业发展史册。在全球竞争最残酷、技术标准最严苛的两轮机车顶级赛场，来自浙江的中国品牌 CF Moto 春风动力用一场毫无争议的碾压式胜利，狠狠打破了海外品牌持续100年的垄断格局。这不是运气加持的爆冷，不是临场侥幸的翻盘，是实打实的整车技术、调教功底、赛事体系的全方位压制，让全世界亲眼见证中国制造早已告别低端代工，站稳了全球顶级机车赛事的核心舞台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刚刚落幕的 MotoGP 匈牙利巴拉顿公园站赛前，拿下排位赛杆位的西班牙车手阿尔曼萨状态拉满，全程领跑排位榜单。凭借稳定的发挥，被各大海外媒体一致看好，几乎所有外媒都提前下定结论，本站冠军毫无悬念。可赛场从来不只看赛前热度，最终成绩永远忠于实力。本场代表春风车队出战的主力18岁车手奎莱斯展现出了极致的沉稳与赛场智慧。比赛前期，他没有盲目冲刺抢位，而是混迹集团车流中耐心隐忍，蓄力调整，精准把控每一处弯道走线，细微调控每一次油门开合，适配赛道节奏，摸清对手短板，全程稳扎稳打，等待最佳超车时机。整场比赛的关键转折点出现在第8圈，领跑全程的西班牙车手阿尔曼萨出现了极其细微的操作失误，这个在普通观众眼中微不足道的破绽却被奎莱斯精准捕捉。他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，果断强攻，依托春风赛车极致的底盘稳定性、灵敏的操控响应和成熟的赛车调教，干净利落完成超越，一举登顶赛场榜首。全程动作流畅丝滑，没有丝毫拖泥带水。成功登顶之后，奎莱斯没有丝毫保守试探，直接开启全程领跑的统治模式。在后续的多圈赛程中，他不断优化行驶节奏，持续拉开与后方车手的差距，稳稳压制全场所有参赛选手。最终冲线数据出炉，春风车队以领先第2名 3.147 秒的巨大优势夺冠。不懂赛事的网友可能觉得3秒差距微不足道，但深耕机车赛事的人都清楚 ，MotoGP 赛场竞争极度内卷，毫秒之差就能决定冠亚季军的归属。1秒的差距已经是级别性优势，3.147 秒完全属于断层式碾压，放在历年 Moto3 赛事中都极为罕见。比赛落幕瞬间，国内外汽车圈彻底沸腾刷屏，无数车迷为之振奋欢呼。长期以来，国产机车在国际赛场始终处于被动局面，被贴上技术落后、调教拉垮、稳定性不足的标签，常年充当赛场背景板，外媒的质疑与嘲讽从未停歇。而春风动力这场完胜，直接撕碎了所有偏见与刻板印象，用实打实的赛事成绩证明，中国机车早已摆脱低端平替的固有标签，拥有和国际一线品牌同台竞技、正面碾压的硬实力。很多普通网友只看到夺冠的荣光，却看不懂这场胜利背后的超高含金量。MotoGP 作为全球级别最高、体系最完善、竞争最残酷的摩托车赛事，是全球机车技术的终极试炼场，没有任何水分可言。其中 Moto3 组别更是全球顶级车手的摇篮和核心技术试金石，所有国际顶尖品牌、新生代王牌车手都会汇聚在这里打磨技术，比拼底蕴，是公认的机车行业人才与技术的储备基地。和大家认知里拼排量、拼马力的赛事不同， Moto3 组别所有参赛车辆的动力参数差距极小，几乎处于同一水平线。想要脱颖而出，拼的从来不是硬件堆砌，而是整车精细化调教，马哈等海外老牌巨头包揽。早些年，国产汽车品牌尝试征战国际赛事，别说冲击冠军、站上领奖台，就连稳定跻身前列、完成全程赛事都极为困难，频繁出现失误、退赛、稳定性不足等问题，被外媒嘲讽为凑数参赛，成为国产机车行业的遗憾。
为了打破海外技术垄断，扭转行业被动局面，扎根浙江的本土民营企业春风动力开启了漫长的深耕突围之路。品牌最初从机车零部件生产起家，深耕行业多年，稳扎稳打积累制造经验。曾经国内高端机车市场完全被进口品牌垄断，国内车友想要入手高性能机车，只能花费高价选购海外车型，没有任何国产替代选择。2019年，春风动力正式入局 MotoGP 顶级赛事，开启以赛延技、以赛促产的突围之路。从初期排名靠后、频繁失误、缺乏赛事经验，到逐步跻身中游、稳步提升名次，再到如今断层式碾压夺冠，每一步成长都脚踏实地，每一次突破都源于长期沉淀。小编觉得这场胜利从来不是单一车手的个人高光，而是整套中国制造体系、赛事研发体系、工业制造体系的全面胜利。同样是中国品牌，同样是国际赛场夺冠，同样是为国争光，为什么春风和张雪的热度差距这么大？论赛事级别，春风的含金量其实完全碾压张雪的 WSBK。要知道 MotoGP 的 Moto3 组别赛事是全球公认的2轮机车顶级殿堂，是所有职业车手的终极跳板。能够在这里拿下分站冠军，足以证明品牌的技术底蕴。本次为春风出战的18岁年轻车手奎莱斯，实力更是毋庸置疑，至今已经斩获5个分站冠军、2个亚军，成绩稳居组别前列，是妥妥的新生代王牌车手。反观大家熟知的张雪机车，征战的是 WSBK 赛事。客观来说 ，WSBK 同样是高水平赛事，但和 MotoGP 的行业地位、全球影响力、商业体量完全不在一个层级。圈内公认的事实是 ，MotoGP 是机车赛事的天花板，而 WSBK 更多偏向民用改装赛事，受众和专业度都有明显差距。更关键的是，两者赛事车型属性天差地别。张雪机车参赛使用的是民用量产改装车，车型和普通人买到的车型高度一致，而 Moto3 组别全部是专属研发的原型赛车，不对外售卖，无法复刻，是品牌顶级技术的集中体现。按理说，春风拿下 MotoGP 顶级赛事断层冠军，应该全网沸腾，媒体扎堆报道，热度远超 WSBK 赛事夺冠才对。可现实恰恰相反，张雪机车每次夺冠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，短视频刷屏，网友热议不断，甚至获得央媒点名认可，全网热度居高不下。而春风这次封神之战，全网静悄悄，几乎没有大范围传播，普通网友大多不知情，只有资深车迷在默默庆贺，场面十分冷清。你是不是也好奇，造成这种天差地别热度的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？资深车迷道出了最真实也最扎心的答案：自研。这也是网友和行业从业者评判国产机车含金量的核心标准。熟悉两个品牌的车友都清楚，张雪机车走的是全站自研路线，从发动机核心架构、热部件研发到底盘匹配、重心分配、整车调教，所有核心技术、核心部件全部自主研发、自主生产，没有依赖任何海外技术，不套用国外架构，不使用进口核心部件。简单来说，张雪机车是实打实100%的纯国产原创技术，完全摆脱了海外技术依赖，不怕被卡脖子，不用支付高额技术授权费用。这份从0到1的突破，最能打动国人，也最具备传播价值。而春风动力的现状就显得有些尴尬了。圈内公认的现状是，春风 Moto3 参赛赛车虽然整车架构、品牌调教、外观设计都是自主打造，但最核心的发动机总成依旧依托海外研发生产，并非完全自主自研。小编猜测，这也是大众和媒体认可度偏低的核心原因。在普通网友眼里，只要核心动力不是完全自研，就少了一份纯粹的自豪感。对比全自研的张雪机车，自然很难引发全民共情。除此之外，两者的品牌传播逻辑也天差地别。张雪机车自带草根逆袭的人格 IP， 从修车学徒白手起家，死磕自研技术，一路逆袭站上世界赛场，故事感极强，极易引发大众共鸣，自带传播热度。而春风是传统老牌企业，风格低调规整，主打产品、参数、赛事成绩，缺少人格化温度，距离普通网友较远，很难出圈。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两者热度悬殊。春风赢在了赛事级别和赛场实力，证明了国产机车的竞技上限。
张雪赢在了核心自研和故事内核，证明了国产机车的技术底气。网友的追捧从来不是偏心，而是大家心里都清楚，在高端制造领域，只有掌握完全自主的核心技术，才能真正站稳脚跟，不被别人拿捏。当然，这并不代表春风的夺冠没有意义。作为深耕行业多年的国产头部品牌，春风的赛事沉淀、技术积累、品质把控依旧值得肯定。只是国产机车的崛起，最终终究要靠核心自研说话。也期待未来春风能够补齐核心技术短板，完成全链条自主研发，和张雪机车并肩前行，让中国机车彻底摆脱海外技术依赖，双双站上世界顶端，让中国制造的招牌响彻全球赛场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